秀儿，爹。不用等了，福安被严密监视，不会来了。至于卢玉那种小角色，我已经告诉他，不准再靠近太尉府。啊？这是为何呀？这还用说？此等非常之时，如果召集这些人，那不就是让曹操知道，反曹之人趋于阳福？爹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赶紧吃饭吧，啊！也许你说的是对的，可是为父太着急了。哎，怎么能不急呀？哎，秀儿，你可有好的法子？司马懿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招的，曹操现在也没有什么证据，就算拿到了司马防、司马朗，也是3日之后的事了。你先吃饭吧。啊。曹操虽然跋扈，但是于士卒还是有所顾忌的。哎，咱们何不再故伎重演，召集士子们入朝去保护陛下？那几个乳臭未干的士子，只可用于制衡，不可用于危局。曹操这回连皇帝都想掀下去，还在乎那几个士子吗？难道真的要兵戎相见？曹操在城里可有1万大军呢。哎，秀儿，在商量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，你所向何来啊？爹，这米香吗？这米是寿春出的好米，煮饭满室皆香。自从我们搬到许都之后，一直吃的就是这样的米。你想说什么？寿春是曹操屯田之地，曹操种的米，父亲也吃了好几年了，并非不食周粟。你为何羞辱我？我只是替杨家找一条唯一的出路。如果这个天子安心做一个傀儡，做一个筹码，我们早就赢了。但是他一直自作主张，而父亲又成全他的自作主张。他自以为是的正直和慈悲，把我们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，落到如今无法分身的地步。父亲，为今唯一死中求生的牌路，就是壮士断腕，舍了这个天子。没有了郭嘉，我会成为曹操手下第一谋士，为这个人一统天下，不是比那个愚蠢的天子容易得多吗？逆子！我弘农杨氏4世3公，从小我是如何教导你的？想不到如今你竟背弃了忠孝，你的圣贤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父亲，我从小就听你说这4个字，4世3公，听到耳朵都生茧了，所以我才要保全你坚守的荣耀，与曹操合作。他会以3公的尊荣来礼敬你。如果和汉室呢，他能给你什么？如果皇帝的身份被戳穿，我们杨家就成为了伪造天子的反贼。这100年的荣耀，100年的文章，都会被一把火烧得连灰都不剩。你年纪大了，起居需要仆婢服侍，3餐需要吃得热软，许都尉那个地方你受不了，这才是我需要考虑的事。逆子，大逆不道！我以为自己教出的是忠孝才子，未来可以报效国家，没想到你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，
四世三公，那不是我的夸耀，那是我们杨家对汉室的感恩，是我对大汉盛世的向往。大汉盛世，我没见过，你见过吗？为了这没人见过的4个字，前仆后继，像蝼蚁一样死去，值得吗？为了这样的皇帝，值得。来人！老爷有何吩咐？把他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是。爹，你心里清楚，没有出路了。臣拜见娘娘。令君请起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把殿门关上。是。陛下安否？令君，司马清昨日被丞相下狱，你可知道？是。满宠说还在追查杨平一事。难道丞相是因为司马懿跟陛下太过亲近了？不，是因为杨平没有死，他就在虚度。奉先帝遗诏，荀彧接旨。先帝接旨。陈荀彧接旨。先帝驾崩，召同胞兄弟刘平继位。没错，建安5年，先帝已经驾崩了。本宫守在先帝病榻之前，接受这封遗诏，当时的心情比令君现在更痛苦，震到100倍。陛下，已是先帝，皇后本是太后，国家多难，先帝竟然忍辱至此。令君既知道昔日局势，便也该明白，先帝为何要出此奇策。陛下得位，并非不正，
为了汉室，他与先帝都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。丞相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正在快马加鞭，派人去温县捉拿司马氏一家。令君有何对策？若陛下的身份公布天下，势必会引来群情汹汹，众说纷纭啊。更何况皇后与陛下乃是叔嫂名分，却一同起居数年之久，让先帝与皇后何以自处啊？照令君的意思，有了这封遗诏作证，群臣又知道当日是形势所迫，未必不能接受陛下。所顾忌的，只是这些年我与陛下以夫妻相称，让陛下蒙受盗嫂之嫌，让汉室蒙了羞，对吗？臣不敢。臣能体会娘娘承先帝之志，忍辱负重的难处。我与令君都很清楚了。现在救陛下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在我死后，用我的遗旨和先帝的遗诏为陛下证明。娘娘不可！令君先听我说完。你我都非迂腐之人，如果能够活着，我当然愿意永远守着陛下。可是现在局势已经退无可退，我唯有殉节、殉汉室这一条路了。陛下乃是千载难逢的明君，逐入臣死，就算要死，也该是我们做臣子的粉身碎骨。娘娘，令君，一死容易，成事难。我想拜托令君，令君总领百僚，在朝野中威望不比曹丞相差。崔琰又是清流之首，我想拜托二位，在我死后，引导朝野舆论，告诉天下，陛下即位，名正言顺，问心无愧，帮陛下顶住曹操的冲击。娘娘，许愿遵命。谢令君。陛下，令君虽为父亲殚精竭虑，但他心中始终想着汉室。陛下于此刻单独召见荀令君，父亲不可不防啊。令君从孤于微时，20年来与孤携手同心，共济功业。
我不相信他会背叛国，更不相信他会被一个假冒的天子蒙蔽。相反，令君一向奉身祷道，忠正贵德。如果他知道天子的身份，第一个站出来维护汉室正统的，就该是他才对。子桓不必过虑。令君对父亲比郭祭酒如何？姑去见见令君。禀丞相，弘农王妃在外求见。为司马懿而来，他们憋不住了。父亲，让儿子去见王妃，也许只有他能劝司马懿了。王妃可是为仲达而来，我要见他。臣也正有此意。王妃请。少时见了仲达，还请王妃多加劝解，不要太过倔强。许都尉的刑罚苛虐，他一介书生是撑不下去的。我自有分寸。我真不知道你们都在坚持些什么，但我是真的想救他。陛下，荀令君，皇后方才说的话，朕问心有愧。皇后与朕患难与共，相濡以沫，她早已是朕的皇后了。朕明白。陛下为什么要说这些？天下人是不会明白的。可是你我都明白。18岁那年，朕与皇后相遇，让我相信上天给我一个先帝同胞的身份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了和皇后相遇。陛下，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。对荀令君，对天下人，甚至对皇兄的在天之灵，朕都可以说得出口。这么多年，你我二人以2重身份，行于无间地狱中，生死一线，危难重重。若不是彼此支撑，朕早就退败放弃了。皇后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朕，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为什么天下就容不得皇后呢？陛下，臣妾也很想一直陪着陛下，不只是汉室复兴的那一日，而是永远陪着陛下。可是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朕有办法。令君，如果朕效法尧舜，禅位于曹操呢？陛下，不可！朕已经想好了，与其牺牲皇后与司马懿，不如让位给曹操。他得到了他想要的，
也就不会再逼迫朕了。那汉室就完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，又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得到了统一的中原。我们都很清楚，曹操不是董卓，而且我们的责任是救天下苍生，不是为了这个地位。朕对他推心置腹，由他来统一，总好过同是操戈，中原动荡，让这数十年浴血奋战方得的安定毁于一旦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变过。不，我从未如此坚定地知道我想要什么。陛下圣德，是社稷和百姓之福，请陛下再给臣2日时间，臣会尽力说服丞相营救司马懿。在此之前，陛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朕不能再久等了。司马迁为朕连受酷刑，不能再支撑下去了。他现在的性命危在旦夕之间。丞相，令君在内多时，陛下有何旨意？陛下想让臣在丞相面前稍作转换，仅此而已吗？陛下辍朝之时，丞相为何不曾先行告知啊？现今陛下贤明通达，丞相刻意闭塞朝路，非但与丞相威名有碍，与天下一统，更是有百害无一利呀！自古时局一兵，便与令君相共事，20年来推心置腹，令君为孤匡弼、选举、艺伎、密谋，不计其数。天下之定，首推令君之功。令君功业，也由孤所记。孤常以为，孤与令君，足为千古君臣之楷模。希望令君不要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天子，让孤失望啊！天子奉遗诏继位，来路并非不正啊。臣还记得董卓之乱始定，臣劝丞相奉天子以讨不臣，本心如何？丞相是否已全然忘却？丞相20年来手不释卷，马不停蹄，到头来难逃篡逆之机，臣为丞相不值啊！朝廷君子，爱人以德。臣请丞相本仁恕之心，释放司马文学院，与陛下握手言和。如此，则天下归心，四海之间皆仰望丞相之圣德。令君要孤与一个冒牌天子握手言和？
吾已令君20年君臣，故人情重。没想到今日忽临歧路，令君以后何去何从？不妨三思。许都尉的刑罚残酷，满宠这也问得太急了点儿。这是上好的伤药，对他的伤势有好处。一会儿仲达醒了，请王妃多加劝解。许都尉的刑罚，他是受不住的。退下。臣言尽于此，请王妃好自为之。臣告退。这种时候，只有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大汉皇帝驾崩，你都没哭过吧？啊，我还活着呢，别哭了，哭花脸就不好看了。啊，也只有你这样的人，都到了生死关头了，还在意这些无关紧要的事。我媳妇的稀世美貌，怎么能是无关紧要的事呢？好了，别哭了。你要是对我笑一笑，我的伤就不疼了。你放心吧，告诉议和，我爹和杨军已经跑了，曹操不会拿他怎么样的，让他稳住。那你呢？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出了许都西门，向西，沿着官道走10里，会有一条小路。沿着这条小路向南走15里，就可以穿过一个村庄。穿过村庄之后，就会看到一条河，河边有一个木筏，划木筏到南岸，你会看到一块大石头。我都记下了，然后呢？那块石头边上有一座房子，唯一的一座，很好找的。我要去找谁？找到房子以后，你给那个房子置办几件日用的家具，记住了，要一张床和一个书橱，其他的你随意。
你要这些做什么呀？因为我们以后要住在那儿啊。那片竹林和那座房子都是我买的，才花了2000钱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片幽静的地方，那里阳光明丽，竹影阴凉，阳光结在每一片竹叶的露珠上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以前在祠堂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在意过外面的阳光。那以后我就陪着你慢慢看，好好的看。那个屋子里充满着竹子的清新味道。这天的时候，挖2根竹笋，我再去钓一条鱼，就是一锅菜了。等到我们生了一串孩子，我就裁一块竹板教训他们。司马懿，怎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是我媳妇儿，不能拒绝我。我可告诉你，这以后家务和带孩子，我们2个平均分担。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，我喜欢你？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我们的家，我会把它布置得洁净漂亮，然后穿上嫁衣，等着你。你说的我都等不及了。福国丈，国丈可还记得当年董卓杀害弘农王的情景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只是你我都没有尽到一个做臣子的忠诚。当时王司徒还在，我们总是在他府中相会，商议讨贼，每次都是痛哭流涕呀。那时候曹操也曾经去过王司徒家参加密会，有一次他怒骂我们，说尔等终日哭哭啼啼，便能够把董卓哭死。他拿着王司徒的奇形宝刀去刺杀董卓，那时候他也是慷慨激昂，舍生忘死啊！哼，我当时还真以为他是个肝胆相照的忠义之士。哼哼哼。江山代谢，沧海桑田，人都是会变的。当时西街那些痛哭流涕的同僚们，王司徒死了，袁绍死了，曹操反了。到如今，只剩下你我还在艰难守卫着汉室啊！自从老夫把陛下送进宫时，我便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可谓行惊涛踏火海，
自觉披肝沥胆，竭尽忠诚，看着大汉江山一天天好起来，强大起来，认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值得。可难道到头来还是一场空？不会，绝不会是一场空的。我们含辛茹苦扶持陛下，将汉室壮大到今日这个地步，我绝不允许反贼弑君之事再重演，也绝不允许曹贼动摇汉室。那国丈打算如何做？破釜沉舟，发动我们全部的力量，清君侧。可是，在许都，我们的兵力要是跟曹操硬拼，怕是以卵击石啊！那就以我之血，感召天下义士，进京擒王。哎，国丈，现在不是比谁先死的时候啊！你虽一人，但牵连皇后，你若出事，那曹贼必会弑君弑后。再说，在许都兴兵，也不符合陛下的本意呀。这件事情，还是交由我来做吧。国丈，我已退下太尉的位子了，按照常规，我就要在家中设宴饯别好友和同僚，相信曹贼会给我几分薄面。届时我把他请到杨府里，我就对杨府跟他同归于尽。太尉，杨府上下100余口人呐，那也总比在许都兴兵可能会危及陛下要好得多。再说国丈，你也并非袖手旁观，曹贼若死，曹军必乱，届时还要仰仗国丈你的兵力和陛下的仁德威望来重整河山。你我都是风烛残年，若是能够为汉室江山洒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，还有何憾呐？所以不要介意谁先走。太尉，好。你们的办法都不行，我来。太尉也是为了司马氏的事而来的吧？是的，当年丞相举县尉，初次除授还是司马建功举荐的。这一转眼，我等都已是两鬓成霜了。当今世事，正所谓白云苍狗，故人寥寥。丞相，就念及这当年的几分情谊，还请您对司马氏网开一面，不要赶尽杀绝。好，太尉说得好。白云苍狗，故人寥寥，可孤的故人，从来不让孤省心。比如说，你们弘农杨氏背后做的勾当，孤不是不知道，只不过一来孤敬重太尉名节德望，二来小儿与令郎德祖交好，所以既然此事与太尉无关，孤劝太尉还是明哲保身的好。君为丞相，国家已无太尉，丞相就不必嘲讽老夫啦。老夫正要向丞相请辞，
尸位素餐，无言再留啊。太尉要辞官？是。如今国家危难之际，老夫却落了个袖手旁观、游手好闲，徒留朝中，于国无益呀。老夫明日会在家中设宴，饯别好友。一旦陛下恩准了老夫的奏请，老夫便立即启程回乡。杨公四世清德，海内作战。当年东卓作乱，郭汜、李傕挟持天子，全赖杨公令德，天下才得以保全。于今行事非公之罪。既然杨公主动提出隐退临夏，孤也不会再难为杨公。明日，孤亲自前去，为杨公饯行。多谢丞相盛情。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华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双。少年志志，预留青史，乱世败。